允許一切發生，一種頂級的人生心態。曾聽聞這樣一則故事，在蜿蜒曲折的山間小徑上，一位高僧與小僧正清掃着落葉，小僧望着滿地枯黃，不禁眉頭緊皺，手中掃帚揮動得愈發急促，嘴裡嘟囔着：這樹葉掃完又落，究竟何時才能掃乾淨啊？高僧見狀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莫要着急，葉生葉落，這是自然規律，就隨它去吧。小僧面露疑惑，高僧接着說：世間萬事萬物都如同這落葉一般，你若一心執着於掌控所有，到頭來不過是徒增煩惱。唯有允許一切自然發生，方能讓心境澄澈明亮。落葉的飄零不受人力左右，無論小僧如何心急，都無法改變大自然的節奏。落葉如此，人生何嘗不是這樣呢？人生之路充滿未知與變數，學業起伏，事業波折，人情冷暖，就像山間落葉，並不會因我們的執着而改變發展軌跡。真正活得灑脫不懼世的人，往往具備一種頂級心態，允許一切發生。一，丟掉固有評判，允許他人展現本真。莊子與惠子曾有一場聞名遐邇的濠梁之辯。當時莊子看到游魚在水中悠然穿梭，不禁感嘆：條魚出游從容，是魚之樂也。惠子卻反駁：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莊子巧妙回應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在這場辯論裡，惠子依據人難以知曉魚的感受這一固有認知，對莊子關於魚之快樂的判斷提出質疑，本質上是用自己的邏輯和標準去衡量他人的感知。而莊子的回應恰恰點明關鍵：每個人都有獨特的視角、經歷及感知方式，不能用自己的標準去定義他人的世界。我們常常習慣憑借自身認知去評判他人的想法、情感和行為，卻不知這種評判只是自身認知局限下的產物，遠非事物全貌。正如塞繆爾·約翰遜所言，當一個人總是以自己的見識作為尺度去衡量其他事物時，往往就會陷入片面與錯誤之中。賈平凹的文字風格直白率真，甚至帶有一些露骨描寫。這種大膽創作手法曾遭到不少人質疑。有一次，他受邀到復旦大學演講，禮堂內座無虛席。突然，一位大學生當眾發難：您除了會寫男歡女愛，難道就不會寫其他內容嗎？此言一出，全場頓時陷入尷尬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賈平凹身上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並未生氣，只是淡然一笑，從容回應：我所寫的是當時那個年代的真實狀況，大家生活條件艱苦，壓力巨大，為了釋放自我才會相互靠近，尋求慰藉。短短幾句話道出創作的深刻內涵，贏得全場如雷鳴般的掌聲。那位提問的學生也滿臉羞愧地低下了頭。同樣一部作品，膚淺之人只看到表面的男歡女愛，而通透之人卻能讀懂背後對人性的深刻揭示。王小波曾講，口沫飛濺對別人大作價值評判，層次很低。有些人總是喜歡用自己的三觀去綁架他人選擇，稍有不合就橫加指責。但這種低級認知非但不能彰顯智慧，反而暴露了自身的幼稚與淺薄。摒棄以自我為中心的評判標準，既是對他人的尊重，更是為自己開啟一扇通向廣闊世界的大門。只有放下心中那把主觀的尺子，不再試圖以己度人，才能看到更為宏大多元的人生百態。二，放下完美執念，接納真實的自我。在《恰如其分的完美》一書中，記錄着家具設計師斯特凡·德德里希斯的故事。他曾經是個極致的完美主義者，在事業上對自己要求嚴苛，力求每件作品都盡善盡美，毫無瑕疵。在一次設計大賽中，由於趕工期，他在家具膠水尚未完全硬化時就塗抹了清漆。發現這個失誤後，斯特凡難以接受作品存在這樣的瑕疵，甚至想推倒重來，但這樣做必然會錯過參賽截止時間。最終，他懷着忐忑的心情提交了這件不完美的作品。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這件帶有小瑕疵的作品卻獲得評委們諸多讚賞。其創意與設計巧思深深打動了所有人，儘管因膠水問題沒有拿到滿分，但這次經歷讓斯特凡徹底領悟到，追求絕對的完美本身就是無法實現的幻夢。心態釋然之後，斯特凡不再被完美主義束縛，開始更自由地揮灑創意，施展才華，最終成長為一位兼具匠心與創造力的藝術家。無獨有偶，一位知名主持人也曾深受完美主義困擾。在職業生涯早期，無論是籌備一期節目還是撰寫一篇新聞稿件，他都力求字字精準，處處妥帖，不放過任何細節。常常為了一個數據的準確性，一句台詞的流暢性反覆琢磨，整夜難以入眠。長期的高壓狀態讓他患上嚴重的抑鬱症，身體急劇消瘦，甚至產生輕生念頭。直到後來，他才明白世間萬物本就難以達到絕對完美，過度追求完美反而會成為束縛自己的枷鎖。於是，他開始做出改變，在工作中不再獨自包攬所有細節，學會信任團隊，放手讓團隊發揮作用。面對新聞素材，不再苛求每個角度都毫無破綻，而是聚焦核心要點，以最簡潔有力的方式傳遞信息。心態變得鬆弛之後，他的狀態也漸漸恢復正常。萊昂納德·科恩曾說，萬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。有時候，允許瑕疵存在，或許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完美。人生不必追求每一步都精準無誤，每件事都盡善盡美，放下完美主義的執念，允許自己犯錯，學會與不完美的自己和諧共處，才能活得張弛有度，從容自在。3. 接納世事無常，順應生活的本貌。楊絳先生曾說，世態人情比明月清風更饒有滋味，可作書讀，可當戲看。書上的描摹，戲裡的扮演，即使栩栩如生，究竟只是文藝作品，人情世態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，往往超出情理之外，新奇的令人震驚，令人駭怪，給人以更深刻的笑意，更奇妙的娛樂。唯有身處卑微的人，最有機緣看到世態人情的真相，而不是面對觀眾的藝術表演。人生本就是一場變數叢生的旅程，起起落落，悲歡離合，皆是生活常態。在電視劇《人世間》中，周秉昆一開始只是個平凡工人，過着安穩平淡的日子。然而，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打破了所有平靜。為了爭奪養子周南的撫養權，他失手傷人，最終被判入獄12年。12年時光匆匆流逝，出獄後的周秉昆發現，社會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工作機會稀缺，生活壓力陡然增大，曾經熟悉的一切都變得陌生。但他沒有怨天尤人，也沒有沉淪頹廢，而是坦然接受命運安排，重新出發，努力融入社會。他擺地攤，開餐館，憑借堅韌不拔的勁頭，一點點改善生活，彌補曾經的遺憾。儘管日子依舊充滿不如意，但他始終以平和心態，在平凡中尋找幸福模樣。世事本就無常，在無常之中堅守本心，積極探尋生活意義與內心安寧，才能無畏向前邁進。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經歷過灰暗時刻。有人被房貸重擔壓得喘不過氣，有人在行業寒冬中遭遇裁員，收入銳減，有人突然遭受病魔侵襲，飽受病痛折磨。我們難免感慨生活艱難，但也應明白，困境雖是煎熬，卻是成長蛻變的契機。它促使我們尋找出路，調整心態，重新審視生活，認清自己。正如羅曼·羅蘭所說，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，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，依然熱愛生活。世事無常是人生永恆的旋律，學會接納這份無常，允許一切如其所是，不抗拒，不糾結，不抱怨，才是對自己最溫柔的善待。老子講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我們總是執着於掌控一切，幻想所有事情都能按自己意願發展，可現實卻一次次證明，這種執念不過是徒勞。如今，我們才真正領悟到，坦然接納他人的差異，包容自身的不足，順應世事的變化，允許一切自然而然的發生，這便是一個人最頂級的心態。這種心態並非遙不可及的虛幻之物，它深深扎根於日常生活點滴之中，能幫助我們從容應對瑣碎，化解矛盾，熬過艱難歲月。當我們在平凡日子裡逐漸修煉出這種心態，生活自然會回饋給我們更多的平和、喜悅與力量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